蘭巴托條街都算繁忙，大概係朝早10點半啦，同香港冇時差嘅。大家好，我係 Winky。呢一集嚟到蒙古國，咁蒙古國就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啦，就位於中國同埋俄羅斯嘅中間嘅。咁所以好多人講起蒙古呢，都會諗起中國嘅內蒙古。咁但係同蒙古國係唔一樣嘅。咁蒙古國呢，佢本身裏面就有300萬人口啦，咁就有200萬人都會住喺首都烏蘭巴托度。咁所以呢，根據當地人講，呢個城市嘅設計本身係俾50萬人口住啦。咁但係而家已經有200萬人都住喺首都裏面，咁所以佢嘅交通擠塞問題都頗為嚴重。咁但係烏蘭巴托身為一個蒙古最大嘅城市同埋首都，咁你可以解決一切蒙古所需嘅問題嘅。咁我呢段片就會講喺烏蘭巴托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啦。咁第一個要講嘅地方當然係蘇克巴托廣場啦，因為呢個廣場係呢個城市嘅中心點嚟嘅。咁你以呢個位為中心，你去遊覽其他地方都會比較方便嘅。大家好啦，呢一集我哋嚟到烏蘭巴托，蒙古國嘅首都。咁身後邊就係成吉思汗標場。咁呢個廣場呢，就係以蒙古獨立及共產主義革命英雄蘇克巴托嘅名命名嘅廣場嚟嘅。咁有啲重大儀式都會喺度舉行嘅，有好多活動啦，包括有人結婚都會喺度舉辦。咁仲有喺嗰度影宣傳照添。咁不過呢個廣場最重要嘅目的呢，都係為咗俾市民去休憩同埋舉辦大型活動嘅。咁所以你睇到呢個廣場嘅空間都頗為寬闊啦，仲有食物車擺喺度呢，俾市民享用咁樣嘅。10零日之後，經過蘇克巴托廣場，就發現當地竟然喺嗰度擺起書展活動，咁氣氛都幾熱鬧嘅。咁廣場右手邊對面馬路就有間哥比嘅旗艦店啦。咁佢呢間係一個賣羊毛十分之出名嘅店鋪嚟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個價錢又唔係話特別平咁樣，咁大家可以入去望下再衡量下啦。咁離開咗廣場之後，沿住公園直行呢，過咗對面馬路就係郵局噶啦。咁郵局之後沿住法國大使館行呢，咁就會見到國營百貨公司啦。咁國營百貨公司呢，就可以解決一切生活所需嘅地方嚟嘅。咁你一到就要唱錢啦，咁4樓就係一個可以唱錢嘅地方嚟嘅。咁你唔好見到入到嚟呢，就係賣家品嘅地方啦。咁但係其實去入少少嘅地方，我見到銀行或者唱錢嘅 counter，咁你呢度就會顯示匯率。咁都可以唱美金嘅。咁亦上到6樓呢，你亦都可以買紀念品嘅，有唔同大細嘅蒙古包都可以買返去做手信嘅。咁落返1樓呢，就有最重要嘅超級市場啦。因為超級市場可以買一啲生活嘅所需品啦，譬如可以買杯麵啦，亦都可以有 coffee shop 啊，或者一啲食肆可以俾你食嘢嘅。咁出咗百貨公司正門，過咗條馬路之後就係披頭四廣場啦。咁而家呢個地方呢，就係擺夜市嘅地方啦。咁就有唔同嘅美食喺嗰條街度都可以食到嘅。咁價錢都比較實惠，咁大家有時間嘅話都可以去試下嘅。咁喺觀光方面，烏蘭巴托有咩睇呢？咁呢個博克多漢東宮呢，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。咁佢嘅入場費為15000蒙圖嘅。咁但係另外影相嘅話就要加多3萬蒙圖嘅。咁個人認為就唔需要特登帶部相機入去影相啦。咁其實用手機影呢，就唔需要額外收呢3萬蚊嘅費用嘅。咁所以你用手機去影相就得噶啦。咁你見到裏面嘅建築呢，都包含咗漢式、蒙式同埋藏式嘅建築風格嘅。咁入到去參觀都可以大開眼界啦。咁呢個東宮另一個比較重要嘅地方就係博物館裏面啦。咁博物館裏面收藏咗博克多漢嘅收藏品啦，同埋佢住喺東宮期間所用過嘅物件啦，例如係馬車啊、佢張床、佢張凳之類咁嘅嘢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，都不妨參觀下呢個東宮啦。咁喺距離東宮不遠嘅地方就有扎山紀念碑啦，咁都係一個當地十分之出名嘅景點嚟嘅。咁扎山紀念碑雖然喺山上面，但係經過商場搭 lift 上去山嘅中間之後行樓梯上去，咁就會比較舒服啲嘅，就唔需要一路喺山腳度行上山頂咁樣啦。扎山紀念碑係為咗紀念2次世界大戰期間犧牲嘅蘇聯紅軍將士而設嘅。咁紀念碑上面就有個紀念畫啦，就描述咗蘇聯同埋蒙古人民之間嘅友誼情景嘅。咁喺呢個紀念碑上面仲可以見到成個烏蘭巴托嘅全景添。
咁落返山之後，我哋頭先經過嗰個商場啦，咁其實係當地好著名一個商圈嚟嘅。講到信藏傳佛教為主嘅蒙古，點可以唔講金丹寺呢？咁金丹寺就係蒙古國家保護不可移動文物啦。雖然蒙古喺共產時期藏傳佛教受到打壓啦，但係金丹寺呢依然係蒙古嗰陣時唯一維持運作嘅寺廟啦。直到而家，金丹寺依然係蒙古最大嘅宗教中心嚟嘅。咁佢仲擁有一座全世界最大銅鑄嘅觀世音菩薩雕像嘅。咁喺下面望落去都幾宏偉壯觀嘅。就算唔攞宗教嘅元素去睇都好，其實金丹寺都係一個幾值得參觀嘅地方嚟嘅，而且佢入場費都唔係好貴添。除咗景點之外，仲有另外一個值得推介嘅地方就係 Black Market 啦。咁 Black Market 類似於香港嘅女人街咁樣啦，就買一啲比較平民啲嘅貨品咁樣嘅。咁當然都會買到當地一啲特產咁樣啦。咁譬如就係毛牛襪啊、羊毛褸啊之類咁嘅嘢啦。咁價錢都幾實惠嘅。喺呢啲 Black Market 度呢，仲可以講價添嘅。最後，如果你好中意歷史嘅話，我個人極度推介去成吉思汗博物館同埋國家博物館呢兩個地方嘅。咁因為佢入場費大概係2萬至3萬蚊冇唔同，但係可以睇到成個蒙古由古至今嘅歷史。咁我個人覺得對了解呢個國家都好值得去睇嘅。咁如果你對藝術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睇蒙古嘅傳統表演啦。咁就喺 Mongolian Children Palace 嘅每日6點鐘都會有一個表演嘅。咁你5點半去買飛就可以睇到傳統表演噶啦。咁又包括有好傳統嘅特色口音表演咁樣啦。另外喺烏蘭巴托嘅街頭，你經常會見到有賣雪糕嘅攤檔啦。咁其實都幾值得去食嘅。佢嘅質感就類似富豪雪糕嘅口感啦。咁但係佢奶味都重，都幾好食嘅。咁烏蘭巴托都係一個發展中嘅城市啦。咁所以有好多嘢都喺度發展緊啦，新舊嘅嘢都交接緊嘅。咁但係呢個城市都幾值得我哋遊覽一次睇一睇嘅。下一集我哋會去到市郊嘅 Terek National Park 去睇塞外嘅風光。咁但係爬上去都幾吃力啦。所以着翻對行山鞋會好少少嘅，啲石都比較跣咁樣嘅。我哋係由呢度開始行上嚟，行到呢個位，但我哋仲未完咯，其實。然後我哋嚟到全世界最大嘅成吉思汗雕像。想知道下集點樣就拭目以待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